我必须要说，我在刚刚开车的时候，心情是很平静的。可是此刻的我突然变得很兴奋。以前觉得它离我很遥远，然后现在突然觉得好像很近了。它本来就离你很遥远了，我们开了多久的车来？好久哦！拜托，我跟你讲，再过36个小时啊，我们应该就会站在中央尖山。我们距离间隔倒数36小时。你大概差不多吧。你再算一下，滴答滴，把时间算好，大概40个小时内啊，我们可以做到的。加油！你们这些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不要给我装死。再怎么累都要给我上镜头，不要给我那边好累哦，我不想要拍哦，这边太危险了什么的。你的使命就是要把这段路好好的记录下来。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信啊，我不信。你看这边就是 F1 的加速档。我们现在来到了圣光登山口的方便屋啊，这是我们常常经过这边的，这是第一次要住，对不对？对啊，这是第一次，第一次住来就是我们每次都是路过经过，但是都错过，没有错过。这是我们的第0天啊！哇，这是车也满满的。这里就是我们在方便屋的小房间，然后我们大家刚刚在摸索找房间，看哪间最适合我们，就这间是最里面的。然后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这边的规矩是什么，应该就是自己投钱。那这样怎么可以证明我们有住过，然后下山可以来洗澡？还是下去洗澡另外再付钱？都是一个城市的，是哦。对，然后就是投钱时候写下你的电话号码，还有后勤码。哦，那我们下山要洗澡要另外付费吗？不用，就是有住的人就不用付费。Hello， 我们现在是驻扎在中央尖山的特派记者烂烂，要跟各位采访一下。请问一下你对爬中央尖山之前，你现在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呢？害怕，担心，我很分散。婉宇说我很嗨。那这个没有内容，我们再问下一位。请问这位先生，请问一下，要爬中央尖山了，请问一下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有一点害怕，又有一点期待。那不跟我讲的差不多。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尖了吗？对啊。你是害怕尖尖的东西吗？怕洗动。这是第1天早上，我们在就是圣光的方便屋，这是我们接驳的邯郸。上车啊！好，可爱的狗狗。再从圣光的方便屋搭接驳到正光的大水池的山口那边，大概早上7点以前，接驳是1个人300，这爬升是200公尺，看你觉得值不值得的啊。好啦，开场啦！我们来说一句，同学们，我们要来爬中央尖山了。现在在大家熟悉的那个圣光登山口的那个大水池。好，我们要赶快走。因为你可能到地球会有。第二个就是地方去攻。这是我们第2次来这个登山口，上一次就是我们有来走一个4天行程的南湖大山，在这
将近2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规划，想要走中央剑山，可是后来都一直倒团啊。然后这次我们的中央剑山的行程大致上是分成3天2夜，第一天就是走到香菇寮营地，第2天就是轻装去中央剑山，回来的时候还是住香菇寮营地，第3天下山。中央剑山又号称百岳的 C 加中的 C 加，因为你想得到的地形它都有，想得到的难度它都有。一开始的前面600公尺都是这种树根路，大概上升200公尺就会到圣光山。太阳出来了。上次我们走这条的时候还是青春浪漫的小男孩呢，对不对？哎，不到2年前。圣光山是海拔2285，所以我们爬升了200多了。待会会下去一点点，然后再往上切。今天我们目标就是巴巴苏拉谷。知道什么是巴巴苏拉谷吗？你的脸。那是什么啊？中央剑山的以前原住民是这样叫中央剑山。巴巴苏拉谷。巴巴苏拉谷。我们要前往巴巴苏拉谷。在有历史的记录里面啊，第一个登山团爬到中央剑山的啊，苏拉谷，对，爬到巴巴苏拉谷的那个，应该是当年在昭和4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台北一中，台北一中就是现在的那个建国中学，建国中学当时的那个体育老师一个日本人。当时就号召了一个叫做中央尖山登峰小队，当时这个成员里面很厉害哦，他还有一个就是鹿野忠雄，当时正爬卓色大山，那爬完卓色大山的时候，就赶回台北说我要参加这团，我要参加这团，所以当时这个登山小队呢，从10几个人就暴增到30个人，从宜兰，然后循着那个。现在地图上还找得到那个溪，叫做桃赛溪。桃赛溪的支流的上游有一个小上流，然后那个小上流一直延伸，会很接近那个中央尖山的东边。那他们是从中央尖山的东边开始爬的，对，然后一路就是沿着溪，然后走到中央尖的东峰，然后这样上去，所以那个。很探勘、很原始的路径，所以他们当时算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爬到中央尖山的登山团。后来我们现在走的路线是后来才发明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扎营的地方叫香菇寮吗？那香菇寮为什么叫香菇寮？卖香菇。哎，有种香菇。种香菇。对，就是以前，因为其实以前在我们平地人在走这些山路之前啊，原住民其实都有在走这个路。那原住民当时他们当时就是在圣光登山口，现在登山口这边到香菇寮营地，他们在那个溪谷沿途，他们都有在种香菇。光复之后呢，大家在走山的时候发现，原住民这条路好像比较好走，因为你就是沿着那个溪谷啊，左边右边的那个路线去做高绕啊，那相对来讲是。比那个走那个原始探勘路线翻山越岭走到南湖溪的那个干溪沟上去还要容易。哇，天啊，这简直就是咬人猫的一个，是谁种的？咬人猫的产品。没有，这一定是有人种的啊，种这么整齐。大片。对啊，那可能就是当年要种香菇的人呢，为了保护它的香菇不要被它采收，就故意种这个来做一个那叫什么障眼法。
然后讲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到我身上的衣服呢？我身上的衣服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穿山甲，有人看到很可爱吧 ？Q 哦，这是那个，我跟你说，其实啊，我在南二段我们爬山的时候，不是有遇到一些山友，他们说他们的衣服都不保暖，我就对他们推荐说，其实你们可以趁每年啊有一些时候就是美利诺羊毛衣特价的时候去买。那像今年啊4月初开始，就是有在卖这个牌子叫做 Sensor 嘛。我这不是植入性行销，单纯我们很喜欢这个牌子，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美利诺羊毛。我们之前爬山的时候，你们看到我穿别件的也都是都是这个牌子。那这个牌子很好穿。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穿山甲，就是他们今年有推出一个台湾的限定版，就是像我现在有穿山甲，那还有云豹啊，还有像山羌啊、梅花鹿啊，然后还有玉山的图样，很多种。好，这来到5K 了。其实我们没有走到5K 啊，这是旧的那个思源登山口这边起登的时候计算到这边是5K。现在大家都不从思源登山口走了，思源垭口。那刚刚到圣光山是1公里，现在大概1.4左右，对，继续走啊。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这边有一个传统的南湖登山口，然后我们去年就有发现有很多人会从前面走，绕一下，然后再上去。听说好走一些，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走一下不一样的路，然后到最后都会接回去一样的地方。看到这个倒木，就准备要左切了，上去这边有布条，对，前面有拉红色的警示线。从这边上去了，刚刚那边也是超级陡的，那边都是陡的。这边的陡升大概要上升，一路经过松风岭、多加屯之门，要上到多拉屯山，大概是2795，所以这段爬升520公尺。影像是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刚刚走到那个标志5.5公里，是走这条上来，然后这边就会讲，先从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在500公尺要有真的，走风岭，我们已经很远嘞，不知道还90倍。我们现在目前海拔大概高度是2580，所以大概到多加屯山的海拔是2795，所以我们还要再爬升大概220左右，就可以到今天第一个制高点。我觉得前面走这段有些地方虽然很陡，你就把它当成是古关七雄这种好像休闲路线在走就好，对不对？只是差别是有背重装，很多。你看笑成这样子，背重装差很多。没有，不行。平常要你重装训练你都不要。有啊，没有。我有负重训练啊。你什么时候负重训练？就是吃很多啊，小腹的腹，肚子变很重，负重训练。这种话也只有你敢讲。那都是二叶松，上面还有一些松萝。那你知道二叶松的丛林叫做什么？二叶丛林啊 ？Yes， 你怎么这么懂？很懂呢。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部电影了吧？
被弄掉，那边弄掉。效率的走法，这样子，你怎样？明天的双尖山就会出大景。真的吗？你是把云拨掉吗？我跟你讲，这个单边苍蝇，这一苍蝇就是它的挥动翅膀，就影响到明天的一路，甚至还会把太平洋海上的一些云吹过来，变成一片云海。这方面也效益。对不对？跑跑跑，向前跑。主要多加屯之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上次就在这边看到人家飞空拍机，然后问他说不会很难飞，他说不会。对，这就是我们的分水岭。只是走完南湖大山之后，就多了一台空拍机了，然后就开始我们的空拍机之旅。Hello， 这是我的行动粮兼早餐兼中餐兼晚餐，这是我的马吉啊。但是马吉中间是有馅的，然后外面有果粉。建议大家上山的时候要买这种，因为它如果是只有里面有馅，外面没有果粉的话，它会整个粘在一起。然后这就是东门市场买的。我决定每次上山前我都要去尝试一间不同的马吉。不准做鬼脸。我们刚在多加屯之门那边休息了20分钟，那是松公里，就不休息了。蓝天白云的，希望可以继续维持。距离多加屯山这个中央间的小恶魔海拔高度还要再上升170，那9点10分，我们来到了太鲁阁国家公园的界限了。好，等一下，云量还有3.2，9点15分来到多加屯千峰的三角点，2723公尺。好啦，啊，我们继续走了。对啊。我要标示9推过的地方，那边就有开阔的视野。不过今天看起来，虽然天气是晴朗的，可是看过去是有点白蒙蒙的。视野没有那么好，快要到多加屯山了，再上去大概50公尺就到了。我们现在来到准备快要经过多加屯山的洞口，9点40分。这个三角点呢，它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建筑林，钻进去之后，那有一个不见天日的三角点，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也很短，钻进去大概1分钟，不到1分钟就到了。但这座山是以它为命名的。再来就是下坡啦，那这边就陡下了，不好走。好，回程这个就是大魔王了，因为很累了，还要走这段。走。我们现在时间大概10点半了，我们终于到布木干安部。这是南湖西山屋1.7，
云人0.6。好，我们来这边休息一下了。都忘了最东的14.3啊，14.2、14.3、14点多，还好啊14.3，还好吧？走，量你的。现在张长常要量一下他的这次中央尖山的重量是多少？我们出门的时候忘了量。多少14.85。啊？哎，不公平啊！现在10点52分，我不要前往还没有走到的，我们要迈向未知的旅程。他们很长，要接受。好，木杆岸部的海拔是2520，然后要下到南湖溪，一路要下降300。现在走的回程都要缓啊。哦，那就变很陡哦，很陡哎！你看他们那个很下面呢。好，小心哦。好，卫生抓好。好。哦，真的很陡。因为我看到它刚刚的标示是写南湖溪大概1.7公里的山屋啊，所以这边下去大概1.7就要下降300。看到张长常拉绳子的样子真的可爱啊！应该就是怀着一种惧高症的概念正在拉绳子，惧高拉绳恐惧症，还给我憋嘴。下切大概70公尺就来到了溪谷了，这个是干溪沟，然后接下来就沿着这个干溪沟走，下到海拔2380几的时候，溪沟就开始有水了。然后这边石头上都有青苔，干的话应该是还好，如果是天气湿的时候来，就要注意一下危险。下，我觉得这干溪沟是蛮漂亮的哦。对啊，很漂亮。该这种都把它打造。对啊，不要湿湿的都漂亮。路条超下面的，超深。活水，很大的活水。这在南一段的话，可能就已经是生命之泉了。现在海拔2278了，应该不到100就可以下到南湖溪。因为它踩点其实很好踩，很大，反着走比较好走，要不然你的背包会卡住哦。它这种陡度背包会卡住。是，你只要背对的面向那个，然后抓石头就可以了。石头比较稳，下面有踩点，对，这样下就好了。其实不用依赖那个绳子啊。还要想想，那边还是要爬回来的。对啊，应该快要到溪底了吧？对，快到了。我们到南湖溪了，走了1个小时。下，包括换衣服、换裤子。我现在已经换好装了，短裤、溯溪鞋可以直接入溪了。哇，好漂亮哦！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现在看的样子。哇，一直过去耶。我们现在在研究过溪的点。现在这个水量其实不用换鞋子就可以过去了。对啊，踩石头就可以过去了啊。
看一下 Benson 怎么过好。不行啊！ 1号谁可以啊？那个石头可以过啊，那么近。我不行，你怎么从那里你有什么不行的啦？我来做水。呜，好冰哦！哦，好爽哦！哦，好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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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超冰的，超冰的。你看另外一位山友，哦，够了，够了，够了，没有。为什么要脱鞋啦？为什么就是要玩水？为什么玩水还不穿鞋？你出去就好了。对啊，你是欧丽哦，还是东东？这你的鞋子呢？对，还有一根在下面啊，湿了是不是？不见了。没有啊，在下面，在下面。啊，下面有水。我都可以了，你为什么不行？我们从溪底过来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山屋就是南湖溪山屋，是比较少人住这。对，如果是通常都是排4天的人，4天人会住这边，因为第1天他们就是不用一大早就出门，他可以从台北开车到这边来，再爬到这边来休息。好，然后第2天从这边到中央间西山屋，然后第3天是从中央间西山屋攻顶，再回到香菇寮，第4天下山。对，4天大概都这种排。会不会很多那个？有人在那边呢，那有人放东西的，还有卡式炉还在那边，去看一下。你要拍得到吗？拍得到啊。又被垃圾袋挡住了。我进不去。就是哦 ，OK 啊，至少也是个板子。我跟你讲，只要那个支撑柱没有倒哦，就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如果假设风太大，那个柱子如果撑的地方倒了，倒下来就压死人。嗯，对，所以一步一久有没有？我要在这时候倒怎么办？还是扎营比较好。会倒，那也可以过去。我们要离开南湖溪山屋了，这场温池也是一样多。然后刚刚 Benson 走错路了，他刚刚就一直沿着那个溪那边走，因为他说那边看到有布条，所以他就乱走。还好我们有带无线电啊，把他呼叫回来。真正的路是从山屋旁边后面这边有一个，看到没有？这个一路崎岖上去的。这边上去再下到香菇寮营地，大概上河是220分钟，等于要走3个多小时，要陡升500，这是今天的第2道关卡，500，重装500，哦，走。转动转动，过了，可以。还是很高哎，啊！我们这样才爬升30几公尺而已，还久的嘞。对啊，
生无可恋啊！它就沿着这个人线会让你上到生无可恋。两侧都是峡谷，所以就走这个人线上来。后面这两个阿伯好像已经快不行了。哎呀喂，有够悬啊，有够加陪念，有够加。不够可怜，巴肚有够大，没事，朋友找你来爬，千万不要答应。没有吧？那个恋爱实境秀就是要搬在这啊。走，超过一半了。啊，严格来讲已经走3/5了，还有200。爬升，体力下滑的时候走这个就是会觉得累，因为它大概是1.7公里，要上升500，所以陡度大概就像自家阳的那种陡度吧。然后在2620公尺的地方休息了一下，然后我们应该已经快要到越岭点了。越岭点大概再爬升70，这段应该都比较缓一点点。对，所以苦日子快要结束了，再来就是下坡，下坡完就到相夫寮营地了。现在4月份，应该是杜鹃的花季，这个不知道是南湖杜鹃还是玉山杜鹃。近一点，看一下。那么长，你看起来真是完全没有流汗的感觉。哈，我觉得他走得很轻松，因为他走在你后面，他就是边走边休息。我们走到2点51分，才走到了夫妻树。我们是真的进入慢慢走，然后大家都累了。夫妻树，这里是个好漂亮的营地啊！大家看到了吗？就在我的正后面。哇，这就是夫妻树了。你有办法？拿牌子，拿牌子。没有办法拿牌子，快点拍，快不行了。有吗？有，我帮你录影。夫妻树营地，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苍蝇不要来，苍蝇不要来。苍蝇划我眼睛了。漂亮，好漂亮的营地啊！大家会不会头晕目眩呢？3点11分，我们准备出发前往香菇寮营地。再来就是也是陡下500。这座山其实是属于那种刚上去会比较陡，它上面这边就稍微比较像圆圆的头，比较缓。那下这500公尺其实也有点冗长，因为它前面都几乎都是平的，走了好久，600-700公尺都还在一样的海拔。因为海拔2500到2700之间，路都还算是好走的。这个下坡，因为
都是松针路，然后没有特别陡。对，应该在15分钟就可以到了，加油加油，两位！不能够吐舌头。海拔下到2250了，应该是中央间隙的上游吧。越过去，才会到香古寮营地。哦，也是很陡哎。快要下到溪底了，刚刚下面有一个溪沟，下去之后还要往上大概走20-30公尺，再下来啊，累，听到水声了，到了啊，累啊，到香古寮营地了。哎，感觉好像没有看到帐篷，但我看到鞋子。哦，别有天地耶，漂亮啊！再来搭帐篷了，明天的光线跟考验正要开始了。早餐就是要配热的茶，然后还有正月娘，今天不知道会状况怎么样。我们要出发前往中央间隙山屋了，然后就要上中央尖山。希望等下水位不要太高，不要太高啊，会不会刮心这样？很累啊，爬好久了。现在5点27分，我们来到了中央间隙山屋，距日出还有10分钟，所以暗迷蒙了。那间隙山屋到了，溯溪了30次了，还有20次要走。准备要从中央间隙出发了，预计还要再过20个渡溪，然后再上40多，走吧。可以啊，这边的水大概都只有到脚踝而已啊。
对啊，然后间隙过来，一下子就看到中央间隙瀑布了。这个回程再来拍，很漂亮啊！疗愈啊！继续往前走，那2条绳子，有2条，那个手杖挂在手上，手腕上，拉2条啊，另外1条比较稳。这真是看粉肠走这个，真是触目惊心啊！过来这边要走这个树根过去啊，不然就是涉水。好啦，涉水啊！哇，水是非常冰的。过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叠石，就是要走天堂路了。现在如果要从这边过去，拉那绳子上去，很高高绕，因为这边过不去。踩点是看起来都蛮明显的，然后有没有阶梯可以踩？可以抓。结果刚刚那个高点爬上来之后，看一下峡谷，我们还是要从这边下去，没有阶梯的下去，所以回来就是要一上一下。这是第 N 次过溪，大概要过50次溪吧。我们大概已经过了大概7、8次了，可能还有10来次。有没有字帖？这瀑布，它其实是要告诉你，从这条路开始走，走到要绑布条上面高绕过去，这瀑布是上不去的。对，继续走。哇，量一下，量一下。叠石在这里，要爬上石头，脚扩大一点，我觉得脚扩大一点，脚抬高一点。我是从这边上来的，发现了一个上古时代的叠石，这个叠石都已经长很多青苔了。哦，我看到中央尖山那个尖尖的，好像是哦。海拔还有1000多公尺，1100公尺。看后面这个滑水道，就知道又要高绕了。从这边这个干溪沟上去走，小心踩哦。
哦，哇，巨大石头，有4个多小时，我还在望京溪的溪谷，那个巨大的碎石坡快到了，应该在海拔在100多公尺就到最后水源了。我们现在快要到最后水源了，现在2700多了，最后水源大概2800吧。可是因为现在是旱季啊，所以最后水源它不一定会有水，所以我们提前在这边装最后的水，然后顺便把手机鞋换掉啊。这段其实蛮长的，很长很远。而且现在开始倒数1000了，就是说到安部的话，大概快要700多公尺的碎石坡，然后到中央间大概不到1000，大概剩900多。就是中央间跟东峰的安部，大概还有700多公尺。前面就是最后的水源了。我们已经走了5个小时，希望我是期待可以在3个小时爬到中间，但我觉得好像3个小时要爬升900多，好像有点困难哎。我们把鞋子放在这边，2780左右。好，继续。现在海拔3000公尺了。这是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我本来以为大概在1000的时候就要上那个完全陡坡的碎石坡，结果前面这段就是最后水源这段，大概有300公尺的海拔都是干溪沟，走在这种干溪沟，等一下才会到那个最后那个很陡深的碎石坡，那个。要走1步爬3步的后面，看到了吗？啊！现在海拔3100了啊！我觉得今天的肠胃跟那个爬起来的时候一样不舒服。距离安部还有400公尺。我们现在正走在中间的碎石坡最陡的地方，3200到3500之间。我已经脸色苍白了。因为今天一早就反胃，所以吃的东西都吐出来。现在走5公里之后没有力气了。哎呦，很高很高，继续走。这边有时候要往右绕，有时候往左绕，会跌死啊！这段要看清楚啊。多，这时候要来唱一首百越情歌了。这时候先唱。太陡了吧，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这问，知道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段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再自己够傻。人何苦
主人知道，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相信它，哭了以后才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啊！还有100多要上才到安部啊，好辛苦哦，真的好辛苦哦。他们长有没有很辛苦？只有100多吗？200多吧。你现在多少3278哎。对啊，3500啊。哦。还有200多，知道安部啊。11点20分，我们走了8个小时又10分钟，终于到了中央间隙、中央间跟东方的安学生没力走，真的是辛苦。那怎么来的？走吧，走吧，往中央尖山前进。安部走上来一点点，就会看到，就是安部的中央间的大草原，这边就会看到很清楚的、很
清楚的中央尖山，再叫它尖哥还尖叔呢，还有100多公尺，爬山很壮观，这草原很漂亮。是奇来吧，奇来东人，后面是品田刺绣。这个最近的是中央间东凤，距离现在要到中央间山还有100多公尺。我的右方就是中央尖山的主体。中央尖山有超过8个面向，从不管什么角度看都是三角形，像金字塔一样。还有7个面向是陡壁悬崖，所以都没有办法上去。所以我们是从那个唯一可以上去的地方攀岩上去。快到了，这一个攀岩就到了。中央间的最后1里路，大概还有30公尺吧。爬山。又累又喘。这段很辛苦啊，很累啊。这角度好美啊！要上去了，应该上面就是了吧？哎，12点半，我们三明治的一起12座百岳完成了中央尖山。可是这应该很像72座百岳，那个是好难哦。那你们第一次看会不会遇到？三明治的72座百岳怎么那么辛苦啊？啊，快死掉了！啊，发电中间线所以会发动，然后用紧的这样恢复正常。对，好，然后这附近也有一些吃的，是的，也是的。可可也有看很厉害耶，他小小的很厉害哦。越野跑什么登山哇，吓吓叫。他好像喜欢那个。啊，怎么了？太贪心了，太大口。
要告别中央尖山了，我们准备要下山。现在1点15分，我们前一批跟我们在山头上合照的山友已经先下山了。中央尖是个什么角度？中北部以上的百岳都看得到的一座山，怎么看怎么接。其实刚刚已经唱过百岳情歌了，但我本来心中属于的百岳情歌是那个，你知道是什么歌吗？是那首什么剑剑上天，什么剑剑在水边，什么剑剑街上卖，什么剑剑姑娘前。有没有听过？大文长，这才是正宗的中央尖山的情歌。现在1点40分，我们回到了那个不是木杆鞍部啊，那个中央尖红灯东风的鞍部了。回去中央尖溪还有5公里，陡下的5公里。下山中，到底是谁写这个？出来自首。我知道很累，但请再加把油。我记得下面还有一个，我们下山的时候先往右，然后再往左切，左切就会越过那个绑布条那个地方，会比较好走。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往右的话不好走。另外一个还在这里，看一下，和队友分干会快乐些，这是谁写的干话？中央间的碎石坡就是会干话一堆，不用怀疑，干话就是人类的必须的产物。我心骑白马啊，走三关。下山这段上去没那么难，下山很难。这是张本堂的梦魇，它有些地方没有字梯，你要自己找踩点。他的身体快变形了，而且是他的恐惧感正在发作。快下来了，快下来了！字梯在左边，下面有个字梯。就是这一步要跨大步一点。5点半，回到中央金矿，不是、中央尖溪山屋。好，谢谢。对，跟他一起的，还有一段距离，后面还有人，真的吗？对，我也敲不下来。对，你们很厉害，去巴沙湾登牡丹野哦。下去。哇塞！你跟我一样敲不下来。我有拿刀去割它。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弄完有点内心充满罪恶。
有点心疼是我遇到其他山友跟我讲说，你就整只带回家啊。对啊，而且你要剃骨剃毛啊，剃皮剃毛，真的很好笑。哇，你们也是强者，我觉得那条路不好走。对，我们那个你们是有去巴沙湾跟那个牡丹岩一圈嘛，对不对？哦，真的哦。在池前面大概半头。缘分的耶，超缘分的，一起到牡丹岩跟巴沙湾，一起受苦受难。会有人去那边？好美，而且那个没有炸鸡，真的让我觉得好安心哦。那时候的。白天走这段，那时候是摸黑，没有录到，这里踩点很浅，应该是张本场的弱点。我们终于到了我们的帐篷。现在7点36分，啊，现在几点？7点36，我们从3点走到7点36，走14个小时。天啊，好久哦！终于结束了今天辛苦的中央间，第3天要启程了。听说第3天跟第1天会差不多硬，只是上升少200，这就是这2天我们睡得很舒服的猎寮营地，因为这边的话距离河边大概不到10公尺，可是却没有湿气，可能天气好的关系吧，所以我真的觉得4月份来这边真的是蛮舒服的季节，就是水位不高。然后又要喝水，随时都有水。这次遇到2个很神奇的队伍，昨天是遇到一个要走北1段接北2段要走死亡人线的，刚刚遇到临走前跟我们打招呼，大概半个多小时前，他们是从南湖走南峰883过来中央间溪。中央尖山，然后再今天起回程。你还有看我们的发文，所以知道我们今天会在这里。就是缘分，这是一个巧妙的际遇。希望今天不要太痛苦。现在筋疲力尽，就希望下山的时候可以好好吃一顿大餐。今天的第3天回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灵魂跟生理的考验，因为要爬升大概1300左右，从前面营地有一个小上升，然后对，要爬到夫妻树是越岭点是2726公尺，下去到南湖溪之后，要走到木杆部要300。然后最后的大魔王就是到多加屯山，3个阿伯就是缓慢的、默默的走在这个百岳，然后永远都会觉得我们的背包都比以前重的感觉。加油啊！前面那个叫做陡坡，拉绳陡坡。哦，后面2个阿伯在手扶梯啊，后面2个阿伯在叫，大家可以看得到。树影后面那个就是中央尖山，是吗？好像不是，还是东峰。旁边这个被遮住的中央尖山。我们到夫妻树营地了，从香菇寮营地到这边爬升在590几，然后公里数是288，大家参考一下。小歇一下。我们刚刚从夫妻树要下山，结果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结果切错路线，走了另外一个方向，结果
就变成是卡在一个地方，要上去又要爬很高的坡，绕一大圈回来，或者是要走一个平行的很高线的，算是为探勘路线吧。那条平行线感觉是可以走的，只是因为那边看起来有点像原住民的以前走的狩猎的路，但太久没有人走了，所以路径虽然在，可是很多阿杂的树会长在中间，没有人去处理，所以走起来会很辛苦，就冒险了走了一小段。还有那距离没有很长，大概400-500公尺吧。对，就在翠尾原路。越走久了，总是会遇到鬼。我现在就是遇到鬼，是超离谱。3个人都没有发现方向错了。有什么机会可以从香菇寮跟夫妻树之间走2次呢？不知道，是南湖，我们还没下去啊。哦，对，对不对？对，只有走到夫妻树，不知道为什么。你走错了方向，鬼打墙哎！我走回南湖，走回那个香菇寮。想说我走到那边的时候，想说，哎，怎么那里又有3双溯溪鞋？好痛苦啊！我想骂脏话。如果没有走错啊，现在已经到大屯山林半。好，我家不是，对，已经上到木杆安珠再上去了。对，救命啊！我们过了木杆岸部，然后现在要往豆家屯山，有没有觉得兰兰的身上少了什么？少了力气，我现在快不行。我们走了重装的小剑山哎，超远的。因为我们已经爬升1700多，下降1400多，重装哦。走下山的，这是中山间这条路第3天，已经超过10点了。今天到这边了，下次这个苦力的报应上头走。我们在场真的，拜拜。Hello， 我是烂烂。今天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中央剑山的第3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只看影片的话，你们可能一时很难理解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是我们在第3天呢，早上开始5点多启程出发，从香菇寮营地，应该是要顺利，大概我们是抓8到9个小时要下山。可是当我们就是走到了第一个爬升到那个夫妻树那个越岭点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休息。那时候爬升已经100多公尺，然后我们在那边休息的时候，确实太舒服了，以至于说，准备要再继续走的时候，我们就走错方向。一开始我们是先下切到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不是在我们规划的路径的一个地方。然后又腰绕到就是原来的上山的路径，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上山的路径往我们原来早上起灯的香菇寮的方向继续走下去。那我们都一直以为我们是越过那座山，往那个南湖溪的方向下切。结果大家其实在看地图的时候，其实会有个迷思，就是因为这条路它就是南北向，所以我们都以为我们都走在这个就是正确的道路上。对，其实殊不知，其实我们是往回走。等到我们走到了香菇寮营地，看到了我们扎营的那边的旁边的那3双溯溪鞋，我们才发现惊觉啊！天哪，我们现在走错了。而且当时走到山下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是大概中午接近11点的时候了，所以等于我们大概花了5到6个小时，还停留在原地。
等于我们后来才发现说，我们等于是要再重走一次。反运古故事大概就像这样吧，就是有点像是鬼遮眼，对。所以于是我们又再重走一次。那经历了早上那个5到6个小时的辛苦的爬升之后，你再把这一次后面再回程的这个的辛苦叠加上去，因为其实就中央尖山，其实在爬回程第3天，它是很累的，因为它必须要先陡上500公尺，再下降500公尺，然后最后再上木杆部，然后再上到多亚屯山，大概也要大概600-700公尺，所以它大概全程。回程的话，全程要陡上1300公尺，然后再下降1500公尺。可是我们的第3天呢，就因为一开始鬼遮眼的走错，所以我们等于是在第3天的行程多走了上升500公尺，也多下降了500公尺，然后呢多花了6个小时。那这6小时造成我们是后面在下山的时候，其实体力已经相当的耗尽，然后也都吃不太下东西，然后有反胃啊，或者是吐的状况，所以最后下山我们在天已经暗摸黑了之后，我们带上头灯，其实我们就开始用很慢速度下山，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就是不要受伤。万一你在黑暗中下山，万一你下得太快的话，不小心受伤。反而会是更严重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第3天为什么后来大概是已经到晚上10点，我们才出圣光的大水池的登山口，然后找那个接驳车接我们下山。那这是我们第3天行程的说明，希望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那也可以让各位山友做一下参考，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就是离线图在看的时候可能。南北方向我们没有注意清楚，然后就是一直往就是错误的方向走。那这是我们的中央尖山的第3天一个事后的检讨。好，拜拜。你知道苏澳有冷泉，中央尖山也有冷泉吗？啊，好酸啊！再一次哦。好。5、6、7，只有7秒对，不能只有7秒吧？你要用一个10秒的，快点用一个10秒的。怎么走啦？我怎么走哦？我不走。好完了，你就直接撤退啊！走了啊！你是直接撤退啊？来，我冰了，换你了。来，好。开始了，已经开始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都要解冻了不觉得受不了吗？天哪，不行，真的不行！长公主可以撑这么久，好厉害哦！我们撑不了那么久。哇塞，不会觉得脚快要冻伤吗？你知道现在流行，就是那些跑马拉松跑很快的人，跑完之后，他们现场都准备那个冰桶，让他们下去泡。其实我跟你讲，有效。